外公给我们留了2串吊坠，表姐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走了丑陋的木头吊坠，把好看的翡翠留给了我，只因为我们都重生了。上一世7天后末日降临，这翡翠吊坠觉醒的是储物空间，而那木头吊坠却能觉醒治愈异能，甚至连血都能解丧尸毒。上辈子我靠着治愈能力成了团宠，表姐极度疯了，拉着我跳楼同归于尽。这一世她抢着带上木头吊坠，以为能抢走我的好运，我心里都要笑死了。拿吧拿吧，你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我拿着翡翠吊坠回到出租屋，第一时间滴血认主，白光一闪，我直接进到了无边无际的大空间里。我摸索了一下，惊喜地发现这空间里的时间竟然是静止的，也就是说不管放多少食物进来，永远都不会变质。我二话不说，把家里的吃的全扔进去，然后掏出手机，打开各种借款软件，开始疯狂借钱。反正7天后大家都忙着逃命，谁还顾得上催债啊？这钱不花白不花。拿到钱后，我是一刻都不敢耽误，先把住的地方弄舒服了，然后就是疯狂买，成箱的矿泉水、预制菜、压缩饼干，还有救命的药品，只要是能想到的物资，我通通塞进了空间里。为了安全，我还特意租了个没人打扰的郊区民宿，就在这儿等着末世降临。再看看我那个表姐灵犀，她也重生了，可脑回路简直清奇。她就买了点零食，剩下的钱全拿去买奢侈品包包和限量款裙子了。在她眼里，末世里物资哪有美貌重要啊？他觉得自己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那些厉害的异能者就会围着他转，争着抢着保护他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到了第5天，我一睁眼就被冻得打了个哆嗦。拉开窗帘一看，10月份的天，外面竟然下了大雪，白茫茫一片。看着这诡异的雪景，我心里清楚，平静的日子结束了。明天那些吃人的怪物就要出现了。果不其然，到了第2天，电视里就开始不断播报感染者的新闻。刚开始那个专家还在演播台侃侃而谈，叫大家不要惊慌。结果下一秒，一个脑袋变形的工作人员直接冲进镜头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就咬断了专家的喉管。随着专家的死亡，这场末日恐慌算是彻底爆发了，外面乱成了一锅粥。我这倒是还算安全。正当我准备休息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外头是一对夫妻，哭喊着求我开门，说后面有丧尸在追。见我没反应，那个男的甚至开始骂骂咧咧，扬言再不开门就要把我家门给卸了。我没出声，只是悄悄凑到猫眼往外看。这一看我就知道这门绝对不能开，因为那对夫妻带着的孩子皮肤已经呈现出不正常的青绿色，这明显就是已经被感染了。想在这个吃人的末世活下去，就绝不能当那种无脑的烂好人。所以我只是安静地靠在墙上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果然，没过几秒，门外就响起了一声凄厉的惨叫。那个被感染的孩子尸变了，直接扑向了他妈妈的脖子。而那个刚才还叫嚣着的男人，亲眼看到这一幕后，竟然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了，转头就跑，独自逃命去了。过了10分钟，外头终于没动静了。我把门开了条缝，看见那个被感染的小女孩正在草坪上爬，动作慢吞吞的。这丧尸病毒虽然猛，但宿主如果太弱，变异了也厉害不到哪去。这小孩连路都走不稳，正是动手的好机会。我利索的扎好头发，戴上口罩、帽子和手套，攥着水果刀冲过去，手起刀落，直接解决了他。经过一番翻找，我熟练的把丧尸脑子里的晶核挖了出来。正当我准备撤的时候，旁边的灌木丛里突然钻出来个人，冲着我大吼：“你明明不怕丧尸，为什么刚刚不给他们开门？”我定睛一看，这人眼熟啊，想起来了，这是我上辈子团队里的周月，觉醒了毒系异能，还是个恋爱脑，一直暗恋我们队长。要知道，这个周月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上一世加入队伍时，她明明有男朋友，可遇到丧尸危机，为了救那个所谓的队长齐里，她竟然果断把自己的男友推出去挡刀，害得那男生被丧尸活活咬死，死无全尸。事后，她还有脸责怪当时拥有治愈异能的我，说是我赶来的速度太慢了。看着眼前这个虚伪的女人，我冷冷地警告道：“周月，我劝你收起那泛滥的圣母心，不然危险来了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准备进屋，没想到这女人竟然想硬闯，直接把膝盖抵在了房门上。我反手提起手里的斧头，眼神冰冷地盯着她：“你再敢进来一步，我就不跟你废话了。”周月看着那把沾血的斧头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反应过来后开始疯狂尖叫：“你不能这么自私，外面现在不安全，快让我进去！”我就是这么自私。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我彻底关上了房门。周月被拒之门外，看着紧闭的大门，他低声咒骂了一句，只能转头跑开。回到屋内，我立刻把冰箱里的食物通通收进空间。以我对周月的了解，这女人极其记仇，肯定会回来报复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赶紧离开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骑车离开仅1小时后，周月带着一帮恶霸找上门了。领头的彪哥是开地下赌场的狠角色。周月为报复我谄媚，跟彪哥说：“屋里藏着大美女，漂亮身材1级棒，敢骗他或报警，没好果子。”外头乱，警察没空管闲事。看着那帮人踹门进去，周月满脸得意，幻想我被羞辱的惨状。下一秒，这帮人气势汹汹退出来，周月傻眼，彪哥反手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原来屋里早就人去楼空了。臭娘们敢骗老子！没人就拿他顶账拖进屋里，周月彻底慌了，拼命挣扎尖叫。末世里这是他害人终害己的下场。虚掩的房门里不断传出周月的求饶声，但这恶人自有天收。一只丧尸不知什么时候摸到了门口，对着最近的一个倒霉蛋就是一口。这一口下去，屋里瞬间炸了锅。周月趁着彪哥那伙人吓懵的空档，胡乱套上衣服，
连滚带爬的往外冲。彪哥还想冲硬汉，骂骂咧咧的让人上去压住丧尸，可他没想到，刚才第一个被咬的小弟，身体突然扭成了一个诡异的姿势，前一秒还是兄弟，下一秒就变成了丧尸，张嘴就咬。这下连彪哥都慌了神，周月听着身后屋里传来的惨叫和求救声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头都不敢回，疯了一样的逃命。另一边，我解决完周围的麻烦，正躲在角落里清洗刚挖出来的晶核，看着手里亮晶晶的东西，我一边洗一边感叹：老天爷既然让我重生，啥时候也能给我崛起个战斗异能啊！光有空间可不够打架的。正想着准备撤退，隔壁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木门被撞烂了。出于末世生存的本能，我嗖的一下顺着树干就窜到了树上，顺着动静往下一看，我不由得愣住了。只见不远处竟然有个少女正赤手空拳的跟丧尸肉搏。这妹子看着跟我差不多大，长得明艳动人，但这气质简直比这末世还要冷上几分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出手帮忙的时候，树下那个清冷的妹子竟然一把薅住丧尸的脑袋，徒手就给扯了下来。我瞪大了眼睛，下巴差点没惊掉，居然真有人能手撕丧尸，这得多大的力气啊！回过神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应该是觉醒了力量系异能。虽然不如雷电或者火焰看着炫酷，但在末世里，这可是实打实的保命神技。说实话，我有点羡慕。妹子杀完丧尸，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一眼，转身去旁边的水龙头洗手了。我见状，赶紧扶着树干，小心翼翼地跳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手套戴好，蹲在那个丧尸残躯里翻找起来。运气爆棚，居然让我挖到了一颗硕大的能量晶核，这简直是捡到宝了。我喜滋滋地捧着晶石跑到水池旁清洗，那个清冷妹子停下了动作，一双美眸好奇地盯着我看。还没等我们搭上话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异响，我俩脸色瞬间都变了，肯定是这里的血腥味太重，把附近的丧尸都引来了。只见3个成年丧尸带着2只丧尸犬正缓缓逼近，那模样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我脑子里正飞快盘算着是跑路还是跟这妹子联手拼一把，其中一只丧尸犬已经呲着牙，直直地朝我扑了过来。那清冷少女一脚将丧尸犬踹飞，可那怪物生命力顽强，晃了晃脑袋，竟然又挣扎着爬了起来。我屏住呼吸，意念一动，直接从空间里掏出一把铁锹和一把锋利的西瓜刀，对着扑上来的丧尸，我抡起铁锹就是一下。但这边的动静显然引来了更多麻烦，异能者身上的能量波动对丧尸有着天然的吸引力，那少女眼看就要招架不住，我趁着空隙将手里的西瓜刀用力抛给她，大喊一声，他们的弱点是脑袋。少女反应极快，接过刀没有任何废话，对着那只丧尸犬狠狠劈下，手起刀落，丧尸犬瞬间被劈成2半，一颗晶核顺势滚落在地。场上还剩3只丧尸，既然开了头，就没有停下的道理。我们2人一鼓作气，将剩下的1只丧尸犬和2只人形丧尸全部解决，直到周围彻底安静下来，我才走到那女生面前，刚想伸手扶她，却发现她的手臂在剧烈颤抖，她已经脱力了。看着她毫无防备的样子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刚才的情况那么凶险，只要我们之间有一丁点坏心思，完全可以把对方推出去挡刀，自己逃命。可偏偏我们谁都没有那样做，这世道真是讽刺。有时候相处多年的亲朋好友会在背后捅你一刀，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却敢把后背交给你。就在我们互相搀扶着喘气的时候，远处那只丧尸犬居然颤颤巍巍的又站了起来。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没有战斗异能，我本质上就是个拿铁锹的普通女大学生。让我快跑，说这东西吃它需要点时间，我往前跑别回头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。明明都要死了，这姑娘脸上却还是那副淡淡的表情，好像说的不是自己的生死一样。这种时候逃跑确实是最好的选择，或者我直接躲进空间里睡一觉出来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但我看着她脚下却像生了根一样没动。洛宁看我不动有些急了，刚想伸手推我，我直接往他手里塞了一块冰冷的透明石头，握紧它。这东西能让他的异能迅速恢复。不远处那只丧尸犬晃晃悠悠地站稳了，泛白的眼珠子死死瞪着这边，呲着牙就冲了过来。我举起铁锹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砸下去。就在我和他僵持不下，那张血盆大口马上要扑到我脸上的时候，一双白净的手突然从旁边伸过来，一把抓住了他。只听见撕啦一声，那只丧尸犬竟然被洛宁硬生生撕成了2截。我看准机会，用力拔出铁锹，对着他的脖子狠狠剁了下去，彻底结束了战斗。刚才让我走，我为什么不走？我从包里掏出2瓶运动饮料，递给他1瓶。跑什么？要是跑了你肯定得死。这清冷少女觉得我脑子有泡，居然为了个陌生人拼命。我反问她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放着逃命的机会不要，非要留下来陪我送死。正说着话，一辆车开了过来。上车。我抬头一看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火气蹭蹭往上冒，这人化成灰我都认识。齐里，上衣是那个所谓的队长，就是他亲手把我绑起来，送上实验台当小白鼠的罪魁祸首。他冷冷地盯着我们，说不会重复第2遍。车后座的小弟还在哪儿去？说跟着齐老大在末世能吃香喝辣。原来是看刚才我和这妹子杀丧尸身手利落，想拉拢我们当打手。我低头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全当他在放屁，扭头就走。身边的清冷少女二话不说，也跟着我转身离开，只留下齐里一脸阴沉的盯着我们的背影。看着齐里那副高高在上的死样，我直接翻了个白眼，理都不理他，转身就走。那个清冷少女也紧紧跟着我，齐里脸都气黑了，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。确定他滚远了，我立马跑回丧尸尸体旁，戴上手套开始掏晶核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不能浪费。旁边少女好奇问我叫什么，我头也没抬，
一边干活一边说叫向晚。他笑了笑，说他叫洛宁。收拾完战利品，我俩坐在公园长椅歇着。洛宁问我接下来是不是要离开 A 市。其实洛宁有个秘密，他能看见人身上颜色，别人的都是灰扑扑的，只有我像小太阳。别看他现在淡定，其实身世挺惨的。私生女，从小被霸凌，末世刚开始时，他甚至想变成丧尸，没事逮着人啃两口，累了挂晾衣绳吓唬人，直接摆烂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觉醒了异能，力气大得惊人，就把这个世界当成游戏副本，能活一天就是赚一天。看着我乐观的态度，洛宁紧绷的神经放松，笑着夸我是个小太阳，问他要不要组队。虽然我不想像前世那样当炮灰，但危险环境下有靠谱队友绝对没错。洛宁笑了笑，算是默许了。另一边，我好表姐灵犀却在尖叫，明明囤满食物锁好门，她家还是乱套了。亲戚们变异后开始互相撕咬，灵犀吓得脸色惨白，转身往大门跑。我舅舅被挤在人群里喊他名字求救，话没说完就被丧尸咬断脖子，惨叫声响彻大厅。灵犀没停脚，只要自己能活，牺牲谁他甚至庆幸喊来亲戚当挡箭牌。另一边，表姐灵犀那边的情况可就惨烈多了，一只血肉模糊的手突然抓住了灵犀的脚踝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已经变异的大姨夫。灵犀吓得尖叫，关键时刻还是亲妈豁出命去救他，冲上去一脚踹开丧尸，硬是把灵犀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大姑刘芳在门口喊他们快跑，眼看丧尸群就要扑上来，灵犀为了活命，竟然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。他一把扯过刚救了自己的亲妈，狠狠推向了身后的尸群。毫无防备的灵母瞬间被丧尸淹没，直到剧痛传来，他才不敢置信地看着女儿，哭喊着让灵犀救救他。可灵犀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关上了大门，把亲妈绝望的呼救声隔绝在外。他死死攥着拳头，眼底满是狠毒。妈，我不想死，所以只能请你去死了。整理好情绪后，灵犀一瘸一拐地喊上我妈刘芳继续逃命。看着眼前这个刚刚亲手把亲妈推向丧尸的侄女，刘芳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下一个被卖的就是自己。这一刻她终于后悔了，活了一辈子，先是靠丈夫跑了，后来巴结弟弟一家，甚至为了讨好他们虐待我这个亲闺女。结果末世来了才发现，原来只有我才是最可靠的。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。画面转回我这边，既然决定和洛宁搭伙过日子，我也没藏着掖着，直接从空间拿出一堆好吃的给他。我俩这组合绝了，我有物资，他有力气，这一路上配合默契，砍翻了不少丧尸。最让我感动的是洛宁的人品，哪怕我现在看起来就是个没异能的普通人，打出来的晶核他也非要跟我55分。很快我们摸到了市中心的一家超市，刚一进门，一股子腥臭味差点没把我送走，里面黑灯瞎火的，我反手掏出手电筒，借着光亮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往里走。超市的食物区已经被扫荡一空，剩下的东西和各种脏东西混在一起，看着就让人反胃。洛宁嫌恶心，干脆转头去了服装区。反正有我在，他根本不用担心饿肚子。本来在末世能吃口热乎的就不错了，但我昨天直接掏出了一盘惠灵顿牛排和新鲜水果拼盘，把洛宁给镇住了。他当时就下定决心，以后死心塌地跟着我，毕竟跟着我在末世也能过上体面日子。洛宁个子高，像个北方大妞，我空间里囤的衣服他穿不上，只能现找。收好他挑的衣服后，我们转头去了附近的大商场。刚进门就撞见个独臂丧尸，洛宁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把他解决了。我掏出一次性橡胶手套，熟练的去挖晶核。这种手套我囤了上百箱，用一双扔一双，完全不心疼。判断周围暂时安全后，我和洛宁决定分头搜物资。我刚往里走了2步，就听到角落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。我立马举起铁锹，死死盯着那个阴暗的角落。是谁？赶紧出来！柜门缓缓打开，一个女生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借着手电筒的光，我认出了她，正是末世前那个耐心帮我送货的导购员李欣儿。确认她身上没有丧尸咬痕后，我扶起了她。此时的李欣儿脸色惨白，嘴唇干裂，显然吓坏了。我递给她一瓶水，她眼睛瞬间亮了，一口气灌了大半瓶，才大口喘着气停下来。安全了。这一句话像是打开了她的泪闸，她靠在我肩头放声大哭。原来从末日爆发开始，胆小的他就一直躲在柜子里，宁愿饿死也不敢面对外面的怪物。当我带着大活人回到集合点时，洛宁瞪大了眼睛。听完来龙去脉，洛宁瞥了一眼李欣儿，这姑娘胆子也太小了，宁可把自己困死，也不敢出去搏一线生机。看着李欣儿把头埋得低低的，我就知道这姑娘心里在想啥。原本指望我们带她，现在肯定觉得自己是个拖油瓶，甚至已经开始盘算怎么自我了断了。她想着拿指甲刀划破手指，沾点丧尸血，睡一觉变成丧尸，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就在她纠结该划哪根手指的时候，我把一个装满压缩饼干和面包的兔子背包递到了她面前。李欣儿脸色惨白，以为这是给她的遣散费，我们要抛弃她了。她颤抖着接过背包，低声道谢。结果这一晚，她吃饱喝足，直接睡到了自然醒。醒来发现没人叫她值夜班，顿时羞愧的不行，赶紧道歉。我毫不在意的摆摆手，告诉她本来就没打算叫她。紧接着，在李欣儿呆滞的目光中，我像变戏法一样，从背包里掏出了热气腾腾的灌汤小笼包、3碗挂面、2根油条，还有3杯红枣豆浆。这一刻，李欣儿看我的眼神，简直就像看见了哆啦 A 梦。吃饱喝足，洛宁也没闲着，掏出一堆晶核就开始修炼。这一幕把旁边的李欣儿看愣了，她凑过去好奇地问：“这石头真好看，
我能摸摸吗？洛宁人狠话不多，挑了个最大最亮的递给他。李欣儿捧在手心，来回把玩，感觉像大夏天喝了口冰汽水，浑身舒坦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我头都没抬，一边刷手机一边随口回了一句：“那是从丧尸脑子里挖出来的。”大补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见咚的一声，李欣儿吓得尖叫，手里的石头直接扔了出去，仿佛那是什么烫手山芋。我懒洋洋的抬眼一看，这一看我整个人都精神了，那颗原本硕大的晶核竟然变小了一圈。要知道，只有异能者才能吸收晶核里的能量，普通人就算抱一晚上也没用。李欣儿，你也是异能者？看着李欣儿一脸懵逼，我直接把手机递给他看关于超能力者的新闻。洛宁也配合的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力量系异能。好家伙，捡回来的这个胆小鬼竟然也是个潜力股。虽然接受了自己是异能者的设定，但李欣儿闭着眼憋了半天劲，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看他那着急的样子，安慰说没事儿，慢慢来。说着，我直接从包里掏出3块大晶石递给他，就当是入队礼物了。洛宁见状，也跟着挑了几块塞过去，毕竟队友越强，大家越安全。李欣儿乖乖把这些晶核吸收完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小心翼翼地问我们：“能不能别丢下他？虽然他现在是个累赘，但一定会努力变强。”看着他紧张的死死攥着衣角，我真是哭笑不得。我告诉他，既然收了你，就没想过要抛弃你。末世里我虽然不当烂好人，但对自己认可的队友我也绝不冷血。正说着，外头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大暴雨。因为不知道这雨水有没有毒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3个决定暂时就在这商场里住下。在此期间，我惊喜地发现李欣儿竟然觉醒了速度系异能，这丫头只要一紧张，跑起来简直快得离谱。经过几天的练习，她已经能熟练掌控这股力量了。说实话，对于胆小的李欣儿来说，这逃命的本事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做的，只要她不拖后腿，我们这个3人小队就算是正式成型了。足足等了1个星期，外面的雨终于停了。我们收拾好物资，正准备离开商场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嘶吼声，夹杂着人群的尖叫。不对劲，我们立刻躲到商场的拐角处，透过门缝往外看，只见不远处的大巴车旁挤着一群蓬头垢面的幸存者，看样子已经被折磨得不轻。而在他们身后站着一个体型巨大的丧尸，那压迫感绝对是中阶丧尸没跑了。看到这大家伙，我眼睛瞬间就亮了，这哪是怪物啊，这分明是送上门的高阶晶核。一旁的洛宁看到我这副表情，立马就猜到了，我这是又动了杀心了。观察完外面的情况，我让李欣儿先躲好，自己带着洛宁出去清理丧尸。商场门口乱成一锅粥，那边有一对小情侣被丧尸盯上了。起初这男的还挺像样，哪怕衣服被抓破了也没松开女友的手，可当前后都被丧尸包围时，女生绝望了，松开手想自我了断，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谁知那男的为了活命，竟然一把拽过旁边无辜的小男孩，狠狠推向丧尸当挡箭牌。就在丧尸扑向小孩的一瞬间，那丧尸动作竟然诡异的停滞了一下。也就是这一瞬，我的杀猪刀飞出，直接把丧尸干倒。我一个滑铲冲过去，趁他挣扎起身，一铁锹拍碎了他的脑袋。随后我捡起刀，把那个吓傻的小孩拉到身后，手起刀落，轻松解决了后面跟上来的丧尸。这只中间丧尸死得太容易了，我正纳闷呢。一低头，刚好对上那个10岁小男孩的眼睛。这孩子刚被亲爹推出去挡枪，现在居然一脸淡定，这心理素质是不是有点太好了？还没等我想明白，那群刚得救的人就开始作妖了。领头的壮汉不但不道谢，反而一脸凶相的质问我们：既然有本事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救人？害死那么多人，都是我们的错。听听，这就是升米恩，斗米仇。周围人一听这话，立马跟着起哄，有个女人更是疯了一样扑过来要打我。洛宁刚想动手，一道残影嗖的一下撞了过来，直接把那女人撞飞了出去。是李欣儿，这丫头捂着脑袋直喊晕。洛宁赶紧扶住她。李欣儿虽然胆小，但那是怕丧尸，对于活人她可不怂。他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咱们是一个团队，有人欺负我们，他绝不能躲着。”这大妈被撞了一下，爬起来不但没消停，反而吼得更起劲了。旁边一男的也跟着起哄，说她老公就是因为我们出手晚了才变成丧尸的，还搬出新闻里那一套，说异能者就该保护人类，指着鼻子骂我们不负责任。我直接翻了个白眼，差点没笑出声。我是你爹还是你妈啊？都末世了，不想着怎么自保，光指望别人救，这不等着死吗？这帮人要是当初有勇气，一人一脚，早把丧尸踩死了。现在倒好，在这儿跟我玩道德绑架。我也懒得跟这种活不长的人废话，给洛宁使了个眼色。洛宁秒懂，一把拔掉墙上的铁锹，之前被卡住的丧尸瞬间重获自由，呲着牙就冲了出来。刚才还叫嚣的人群瞬间炸了锅，尖叫声一片。我冷眼看着这帮人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正准备出手解决那只丧尸，突然一道蓝色闪电劈了下来，直接把丧尸烧成了灰。我一挑眉，转头看过去，哟，还是老熟人。几辆车停在那儿，齐里顶着那张冷脸走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那个妖里妖气的灵犀。灵犀笑的那叫一个甜，迈着小碎步就朝我跑过来，伸手就要挽我的胳膊，嘴里还喊着：“表妹，好久不见啊！”我身子一侧，直接让他扑了个空。灵犀一脸无辜的眨眼，眼底却全是讥讽。他故意拔高了嗓门，生怕别人听不见。说着，他径直走进人群，满脸歉意的演起了戏：“我叫灵犀，是她表姐，替我妹妹给大家道歉。”
不嫌弃的话可以跟我们走。齐哥哥有雷电异能，我有疗愈异能，加入我们，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。一听这话，众人顿时欢呼起来。灵犀故作温柔地看向我，你和朋友们也一起来吧。用不着，我们自己可以。灵犀似乎早料到我会拒绝，表情依旧温柔，却抛出了诱饵。姑姑也在基地呢，你们母女好久没见了吧？我心里一阵无语，那个名义上的妈跟我本来就没多少感情，上一世她没给过我亲情，这一世我也不稀罕。我知道灵犀千方百计接近齐里是为了寻求庇护，算算时间，现在正是那个吊坠发挥作用的时候，她觉醒异能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对了，妹妹，你好像没有异能吧？有没有关你什么事？灵犀斜眼瞥了洛宁一下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在他看来，末世里不出名的人就代表不厉害，这种没用的炮灰他才懒得费心。齐里的车队都要走了，那对情侣却跑来找我，男的一脸讨好。你其实很厉害，没异能也能杀丧尸，带上我们吧。我直接听笑了，跟你做队友，我可不敢。他脸色一变，还在那狡辩说是为了救人。对，拿别人的命换你女朋友的命，怎么不算救人呢？被我说中痛处，他立马急了，指着我身后的小孩就开始骂。你懂什么？这孩子有精神病，多重人格。要不是收了他爸妈的钱，我才不管他。爸妈死的时候，他一滴泪都没流，就是个怪物，死了活该。灵犀也在旁边看热闹，不嫌事大，阴阳怪气的附和。妹妹，他说的对啊，精神病在末世就是累赘，死了就死了呗。可他们没看到，一直安静站在我身后的宋墨猛地抬起头，嘴角扯出了一个诡异的笑，快得让灵犀都以为自己眼花了。看着这帮人浩浩荡荡的离开，我转身拿出手套准备干活，分了一双给洛宁，李欣儿却伸手也要一双。可以给我吗？我们要掏丧尸脑子里的晶石，很恶心，你会吐的。但李欣儿这次眼神很坚定。我知道我胆小也不聪明，但我可以学，我不想一直当累赘，迟早要和你们并肩战斗的。看着他这股劲儿，我知道他是真的想变强，绝不后退。看着李欣儿坚持要帮忙，我没理由拒绝，从包里掏出一双手套递给他。这时候，旁边的小孩哥宋墨也凑了过来，嚷嚷着也要一双。李欣儿和洛宁立马拦着，说他还只是个孩子，别碰这些脏东西。但我没理会，直接给了小孩哥一双手套。连洛宁都觉得意外，大家见我拿定主意，也就不再多嘴，埋头清理现场。干活的时候，我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男孩抬头冲我笑，说他叫萧雨。我手上的动作没停，语气平静地拆穿了他：“你在撒谎。”这话一出，洛宁和李欣儿都愣住了，齐刷刷的看过来。小孩哥僵了一下，还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说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我笑了笑，盯着他说：“小孩子不可以说谎。萧雨早就死了，对吧？是你这个副人格杀了他。”听到这话，小孩哥急得脸都红了，大声反驳说不是他，是萧雨自己胆子小，被丧尸吃人的画面吓破了胆，是他自己不想活了。原来是主人格自我了断，副人格才顶替上来的。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我笑意更深了。既然这样，现在可以告诉姐姐你叫什么了吧？总不能一直喊你小孩哥吧？小孩哥终于开口了，说他叫宋墨。我一边洗晶石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炸他。小宋墨，你那精神系异能啥时候觉醒的？这话一出，旁边俩人都竖起了耳朵，宋墨更是瞪大了眼，估计在想我怎么啥都知道。这孩子也是实诚，直接招了，说是主人格死后的第2天就发现了。他怀疑我有读心术，我嘿嘿一笑，告诉他我是诓他的，给这孩子整得一阵无语，直呼我是大骗子。不过歇了一会儿后，宋墨突然问我：“大姐姐，你的异能是啥？为啥我看不清？”我笑着说我没异能，他却摇摇头，一脸认真地说他的精神系异能能看见所有人的潜质。接着他指着洛宁说：“你是双系异能，一个是力量系，另一个我看不太清。”转头又指着李欣儿：“你也是双系，除了速度快，还有一种异能。”好家伙，合着我这队伍里全是隐藏的大佬啊！大伙都惊了，但这小孩哥宋墨却是一脸严肃，说他的眼睛绝对不会看错。宋墨这话让我陷入了沉思，精神系异能确实稀有，如果他真能看见还没觉醒的人有什么异能，那这简直就是个活雷达啊！我问他，看不清楚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以后会有好几种异能吗？小孩哥屏住呼吸，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几分钟，看着他那双漆黑的眼睛，我突然有一种预感，这孩子的精神系异能将来绝对会碾压同为精神系的齐里。最后宋墨摇摇头，说还是看不清，只感觉我的异能又多又复杂。虽然没得到确切答案，我有一点点失望，不过也没关系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他抿了抿嘴，好像还挺享受被人关心的感觉。有了小孩哥的加入，我们3人小分队正式变成了4人团。外面一片漆黑，洛宁在废墟里找到一辆带钥匙的小轿车，载着大家继续出发。车开得很慢，路上只要看见落单的丧尸，我就带着他们下车解决，顺便收集晶石。突然，洛宁惊呼一声，指着前面说：“好多尸体！”我转头一看，一股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。看样子这里不久前被轰炸过。末世里，官方虽然会派部队营救，但瘫痪的城市太多了，就连救援队里也会爆发感染。在这样的灾难面前，人类的力量显得太渺小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
末日里坐以待毙不可取。我蹲下身子，看着眼前这片焦黑的地面，心里有了底，看来上面是下了血本的。我从空间掏出几把铲子分给大家，带着大伙在残骸里翻找起来。晶石会不会成灰？丧尸晶石材质特殊，现代热武器根本毁不掉，只有异能才行。旁边的小孩哥宋墨突然停下动作，怎么知道这些专家结论？我动作一僵，转头冲他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好在李欣儿的惊呼打破了尴尬，他捧着一颗荔枝大的晶石，满脸惊喜。洛宁也挖到了一颗鸡蛋大小的。这里以前是个小广场，肯定聚集尸潮才会被政府轰炸。现在这些晶石就是咱们捡漏的富贵。一听这话，大伙干劲十足。李欣儿发挥速度异能优势，挖得飞快。半小时后，我拿出大麻袋装满晶石，准备收工时，宋墨的眼睛死死盯住我，他仰着头问出心惊的问题：姐姐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末世？你该不会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吧？听着队友的调侃，我笑着打趣：要是真有那本事，我在末世都能横着走了。这时候，李欣儿突然歪着头看我，一脸狐疑。他说我准备的太充分了，细致到什么都不缺，简直像看过剧本或者以前经历过一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丫头直觉还真准。我们一边闲聊一边上了车，而在另一边，我那个亲妈刘芳听到我还活着的消息，激动的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。她死死抓住林夕的肩膀，确认我还活着后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。在她心里，我从小就命硬，没学费自己挣，吃不饱自己想办法，这么艰苦都能活下来，现在肯定也能成为她的依靠。毕竟在她看来，林夕是个靠不住的狠心丫头，还是亲生女儿好用。林夕看着姑姑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，心里冷笑一声。他故作遗憾地告诉刘芳，说我不想回来。刘芳急了，质问是不是没告诉我他在基地。林夕充满恶意地笑了，他说就是因为告诉了我，姑姑也在基地，所以我才瞬间改变主意，死活不肯回来。这话一出，刘芳整个人如遭雷击，愣在了原地。林夕巴不得这对母女反目成仇，于是继续在一旁煽风点火。表妹好像特别讨厌刘芳，又没有异能，万一哪天被丧尸吃了怎么办？刘芳吓得脸色惨白，嘴里念叨着不会的。她对自己这个女儿很有信心。记得很多年前，向晚放学回来满身是伤，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，显然是被人欺负了。可刘芳当时不仅没安慰，反而一脸不耐烦地责怪女儿：为什么人家只欺负你，不欺负别人？事后刘芳也没替女儿出头，后来向晚再也没带着伤回来。刘芳就觉得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女儿也能把事情解决，说明她女儿命硬，天塌下来也能顶住，所以肯定死不了。但一想到女儿现在不理自己，刘芳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，破口大骂向晚，翅膀硬了，是个赔钱货。早知道当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，就该把他打掉。刘芳这会儿气得不行，把这辈子能想到的脏话全骂了出来，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亲闺女。旁边的林夕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坏水直冒，悄悄把手机录音打开扣在桌上。以后把这段亲妈骂闺女的录音放给向晚听，那才叫杀人诛心呢。想到这儿，他嘴角都压不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周月来了。这姑娘一看见齐理，魂儿都快飞了，直接扑了过去。林夕的脸瞬间就黑了。上一世周月是齐理团队的人，林夕以为他有异能才顺手救了他，想刷个好感度，结果没想到救了个情敌回来。看着周月对齐理献殷勤，林夕肠子都悔青了。早知道就不救这个狐狸精了。趁着周月现在还没觉醒异能，林夕已经在脑子里琢磨着怎么把他扔出去喂丧尸了。齐理倒是冷淡，脱了外套直接上楼。周月还想死皮赖脸的追上去，结果直接被林夕挡住了去路。这边林夕为了把周月当枪使，开始给他洗脑。林夕假惺惺的拉着周月的手说：齐哥哥是雷系异能，自己是水系和治愈系双异能，就连队伍里的高磊和陈明昨晚都觉醒了，怎么偏偏就周月还没动静？这话直接戳到了周月的痛处，他一脸恍惚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这辈子都觉醒不了了。林夕见状继续煽风点火，说没有异能的普通人什么都做不了，根本没资格成为齐哥哥的心腹，更别提让他多看一眼了。周月一听这话，心都凉了半截。要知道，她为了能攀上齐理这个高枝，可是连男朋友都甩了。毕竟在末世里，齐理长得帅又有异能，跟着他才有吃有喝。想到这儿，周月彻底急了，抓着林夕的手苦苦哀求，问到底怎么样才能像他们一样获得异能。那边林夕为了除掉情敌，开始给周月挖坑了。他一脸神秘地告诉周月，有个办法能觉醒异能，问他敢不敢试。周月正愁没异能追不到齐理，一听这话眼睛都亮了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。看着周月那兴奋的傻样，林夕心里冷笑，心想蠢货，去阎王殿找你的齐哥吧。嘴上却约好今晚2点后花园见。画面转回我们这边，我和队友找了个没人的旅馆，清理完丧尸，选了个大房间，开始盘点今天的收获。好家伙，足足106颗晶石。李欣儿眼睛都瞪圆了，这数量比我预想的还要多。分完战利品，他们3个迫不及待地握着晶石开始吸收能量。至于我，依旧是把属于我的那份全都扔进空间里。不知不觉，我空间里的晶石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土山。我也懒得整理，就让他们在那儿堆着。大家吸收完能量，开始在宾馆里搜寻物资。我本来没抱多大希望，
毕竟我空间里啥都有。但这宾馆还真给了我们一个惊喜。宋墨站在墙边，一脸震惊地喊道：“我去，这宾馆老板涉黑啊！”多亏了宋墨的精神异能，他察觉到顶楼墙壁不对劲。洛宁二话不说，直接暴力破墙。好家伙，这居然是个暗房，里面全是武器，整箱的十字弩，还有锋利的大砍刀。这下发财了，大家人手一把，剩下的我全收进了空间。这一晚难得宾馆没停水，洗去一身疲惫后，大家沉沉睡去。可我却陷入了梦魇。梦里，灵犀那个绿茶跑回去告状，说我故意不回家。我那个亲妈听了，当着众人的面用最难听的脏话骂我。画面一转，又是灵犀，大半夜忽悠着周月翻墙离开了基地。紧接着，无数丧尸像发了疯一样，朝着一栋老旧楼房围攻过去。那楼房有着酒红色的窗帘，门口还贴着大海报。我猛然惊醒，冷汗直流，正想缓口气，余光一瞥，整个人瞬间僵住。阳台上挂着的，不正是梦里那酒红色的窗帘吗？洛宁是第一个发现我不对劲的，他看我心神不稳，立马开了灯。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梦见这里被丧尸包围了，那场面太真实，我心里发慌，提议大家赶紧换个地方。这要是换了别人，睡得正香被叫起来，理由还是因为一个梦，肯定得骂娘。但我的队友不一样，他们对我无条件信任。我刚说完，大家二话不说就开始收拾东西，一句抱怨都没有。我随手拿起一把十字弩，这玩意儿我本来不会用，但经过刚才那个梦，拿在手里特别顺手，好像已经练过无数遍了一样。就在这时候，楼道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楼下传来玻璃被砸碎的声音，有人翻窗户进来了。坏了，这动静肯定把丧尸引过来了，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当机立断，反锁房门，把屋里所有能搬动的重物抵住门口。二话不说，我抄起十字弩凑到窗边。虽然这辈子第一次摸这玩意儿，但我脑子里有那个预知梦啊，照葫芦画瓢谁不会？我瞄准最近那只丧尸的脑壳，咚的一声，丧尸应声倒地，动作那叫一个丝滑。旁边的宋墨眼睛都看直了，一脸崇拜的喊：“向晚姐姐好厉害啊！”李欣儿更是惊得下巴都要掉了，估计是没见过我这么临危不惧的，这心理素质给他10年都练不出来。就在他们发愣的功夫，我已经连发7箭，干掉了7只丧尸。洛宁在旁边看了半天，也手痒拿起十字弩试了一发，结果第一箭射歪了，只扎在了丧尸肩膀上。不着急，咱们弩箭管够，慢慢练。借着月光我看清了，底下这批丧尸比末世刚开始那会儿强点，但还没进化到中阶，估计是没吃到人肉，进化卡住了。虽然放任他们吃人能养出高品质的晶核，但我可不干那缺德事儿，手里的弩箭就是用来杀丧尸的，能杀多少杀多少，多杀一个，这世界就多一份安全。上一世，我和奇里阴阳丧尸大吵一架，他表面答应清理丧尸背地里换地方，继续抓基地活人喂丧尸。奇里野心极大，觉得末世强者为王，想学古代皇帝握世界在手里，丧心病狂，想养比高阶丧尸厉害的王，杀掉取晶石城最强异能者，为目标死多少人都不在乎。回到现在10分钟射杀几十只丧尸，底下丧尸越聚越多，弩箭杀不过来。我放下弩箭，掏出一大桶汽油，在桶开口递给洛宁，他是力量系异能者，拎油桶轻飘飘，单手就能拎起来。扯枕套缠箭头让李欣儿点火，洛宁扔油桶，瞬间火箭射出，轰的一声，楼下成火海，丧尸血肉之躯烧成焦炭。看着楼下的火海，洛宁突然不对劲了，他不是身体不舒服，而是说手心痒得厉害。看着那些丧尸，心里有种莫名的冲动，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压都压不住。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想起宋墨这小孩之前说过，洛宁身上有2种异能波动，难道是第2种异能要觉醒了？想到这儿，我赶紧让他别憋着，只要不是水系异能，把火浇灭了就行。对着丧尸尽管使出来。洛宁听了我的话，像是吃了定心丸，对着楼下屏气凝神。下一秒，一道粗壮的闪电划破空气，直接把下面一半的丧尸轰得外焦里嫩。我瞳孔猛地一缩，居然是雷系异能，而且看着威力比那个渣男奇里强了不止10几倍。李欣儿在旁边看得直鼓掌，直呼太帅了。而宋墨这小家伙更是骄傲地挺起了胸脯，那表情分明在说：“看吧，我说洛姐姐有2个异能，就真的有2个。”李欣儿歪着脑袋，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盲点。李欣儿感叹道：“你在末世前准备了这么多物资，细致的什么都不缺，简直像拿了重生剧本一样，太聪明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经历过末世呢。”我没接话，只是和大家一边闲聊一边上了车。而另一边，基地里的刘芳听到消息，激动的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死死抓住灵犀的肩膀。刘芳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见到小婉了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她还活着。”在刘芳心里，我从小就命硬，没学费我自己挣，吃不饱饭我自己想办法。明明条件那么苦，我都能长大成人。他越想越开心，觉得我既然能在末世活下来，肯定很有本事。他以后终于有靠山了，毕竟灵犀这个死丫头根本靠不住，还是亲生女儿好。看着姑姑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，再想到我之前的冷漠态度，灵犀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恶毒的快意。她故作无奈地说：“姑姑呀，可是向晚妹妹说她不想回来呢。”刘芳瞬间急了：“为什么不想回来？你难道没告诉她我在这里吗？”灵犀脸上挂着恶毒的笑，开口就是挑拨离间。她告诉刘芳说，本来表妹还有念头跟咱们一起走，可一听说姑姑你也在基地，瞬间就变了卦，死活不肯回来。刘芳一听这话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
颤抖着问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灵犀心里巴不得这母女俩反目成仇，最好以后见面就掐架，于是继续添油加醋。说表妹好像特别讨厌你啊，她现在又没有异能，万一哪天不小心被丧尸吃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刘芳吓得脸色惨白，嘴里念叨着不会的，小婉不会的。可她这个当妈的真的了解女儿吗？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向晚有一天放学回来，浑身是伤，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，身上全是泥，明显是被人欺负了。那时候向晚哭着告诉她有人欺负自己，可刘芳是怎么做的？她不仅没安慰，反而一脸厌恶地瞪着女儿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为什么他们就欺负你，不欺负别人？事后她也没帮女儿出头解决这事，后来向晚再也没狼狈地回来过，每天干干净净的，刘芳就觉得日子又太平了。殊不知女儿的心早就凉透了。刘芳这当妈的脑回路也是清奇，她心里明明知道向晚本事大，天塌下来都能顶住，肯定死不了，可一想到女儿不搭理自己，这火气瞬间就压不住了。向晚是赔钱货，后悔当初没在肚子里就把他打掉。刘芳越骂越起劲，把这辈子能想到的脏话全用上了。旁边的灵犀看着这一幕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，她偷偷把手机录音打开，反扣在桌上。以后一定要把这段录音放给向晚听听，杀人哪有诛心好玩啊！就在灵犀得意的时候，周月突然跑了过来，冲着齐里就去了。灵犀的脸瞬间黑了下来，他记得上一世周月是齐里团队里的成员，而且是个异能者。正是因为知道这点，这一世灵犀才会在路上主动救下被丧尸追杀的周月，想刷刷好感。谁知道这周月刚进队就开始惦记齐里了。灵犀万万没想到，周月这个女人居然敢觊觎他看上的男人。早知道他是这种货色，当初还不如直接让他死在丧尸堆里。看着周月还没觉醒异能，灵犀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这几天该怎么把这个累赘给扔出去。眼瞅着齐里上楼，周月刚想追上去献殷勤，就被灵犀给堵了个正着。看着周月垮下来的脸，灵犀拉着他的手，装出一副关切的样子，嘴里说出的话却句句扎心。他说齐哥哥是雷系，自己是双系，就连队伍里的其他人都觉醒了，怎么偏偏就你？周月到现在还没动静。看着周月一脸恍惚，灵犀继续蛊惑，没有异能的普通人什么都做不了，这样一个废物怎么可能成为齐哥哥的心腹，又怎么配站在他身边呢？周月紧紧抓着灵犀的手，语气里全是焦急。他不想像别人一样成为齐里心里可有可无的陌生人。听完灵犀刚才那番话，周月心都凉了半截。虽然她有男朋友，但她是真的看上了齐里。齐里长得帅，还是末世第一个有异能的人，手里握着大家的食物和水，这种有钱有颜又有实力的男人太让她上头了。为了能攀上齐里，周月已经发短信单方面甩了男朋友张丽，为了怕对方纠缠，甚至直接拉黑删除了。此刻她满眼渴望地望着灵犀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都是怎么获得异能的？我也想和你们一样。灵犀浅浅一笑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不知道行不行，你愿不愿意试试？周月眼睛瞬间亮了，什么办法？我当然愿意啊！能获得异能这种大好事，我怎么可能不愿意？看着周月那一脸兴奋的蠢样，灵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蠢东西，去奈何桥上找你的齐哥吧。但他嘴上却温柔地说，今晚2点，后花园见。周月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圈套，按捺不住心里的狂喜，激动地点了点头。我们找了个没人的旅馆，顺手清理了2只丧尸，挑了个最大的房间安顿下来。接下来就是最激动的时刻，数钱。这一波我们足足搞到了106颗晶石，这数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多，绝对是大丰收。分完赃后，他们3个迫不及待地握着晶石开始吸收能量。至于我，还是老规矩，把自己那份全扔进空间里存着。现在我空间里的晶石已经堆成了一个小土包，看着就踏实。完事后大家在宾馆里溜达，想找点趁手的工具。本来我也没抱多大希望，毕竟我空间里啥都有，但这宾馆还真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。顶楼的墙壁不对劲，洛宁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把墙给砸开了。进去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居然是个暗房，里头全是武器，整箱的十字弩，还有各种锋利的刀具，半人高的大砍刀更是数不清。这宾馆老板看来路子挺野啊。我们人手一把大砍刀防身，剩下的我大手一挥，全收进了空间。忙活完天都黑了，好在没停水，大家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，这一觉睡得格外香。这一觉睡得并不踏实，梦里全是乱七八糟的事儿。我梦见灵犀那个坏女人回去告状，说我是故意不回家的。我那个偏心眼的亲妈听了，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骂我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紧接着画面一转，灵犀大半夜带着周月翻墙出去了。再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丧尸，他们像疯了一样，死死围攻着一栋挂着酒红色窗帘的老楼。吓醒之后，我还在庆幸只是个梦，可当我一扭头，整个人瞬间凉透了。阳台上挂着的正是梦里那个酒红色的窗帘，这哪是做梦，这是预警。洛宁被我的动静吵醒，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了。我死死盯着那窗帘，脸色难看地告诉他，我梦见这里马上就要被丧尸包围了。是不是这段时间压力太大才做噩梦？我摇了摇头，那个梦里的场景实在太真实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提议大家立刻换个地方。按理说大半夜睡得正香被叫醒，谁都会有起床气，但他们不是普通人，
他们无条件信任我，听到我要走，大家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收拾东西，一句抱怨都没有。我拿起手里的十字弩，刚才做梦的时候，我梦见自己就在用这个杀丧尸。原本我根本不会用这玩意儿，可现在拿在手里，竟然觉得莫名顺手。难道梦里的经验还能带到现实里来？就在这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响动，紧接着是1楼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有人翻窗进来了。糟糕，外面的丧尸肯定是被这个人引过来的，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当机立断，立刻把房门反锁，招呼大家把屋里所有能搬动的重物都推过去抵住门口。做完防御，我端起十字弩来到窗边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实战，但我脑子里全是梦里的画面。我学着梦里的样子调整位置，把箭头死死对准了冲在最前面的那只丧尸的脑袋。随着咚的一声闷响，那只丧尸应声倒地，动作行云流水。宋墨死死盯着我，满眼都是崇拜。香丸姐姐好厉害呀！旁边的李欣儿也看傻了，她估计这辈子都没见过心理素质这么强的人，这种淡定和身手，再给她练10年也赶不上。就在他们发愣的功夫，我已经接二连三射杀了7只丧尸。洛宁看我演示了几遍，也拿起十字弩找了个位置试手，不过第一箭射歪了，只扎在了丧尸肩膀上。不着急，咱们不缺弩箭。借着月光能看出来，这批丧尸比末世刚开始的时候强一些，但还没进化到中阶，看来是进化到一半，因为吃不到活人没法汲取力量才停下来的。虽然放任他们继续吃人，脑子里的晶核品质会更高，但我显然不会这么做，能杀多少是多少，多杀一个，这世界就多一份安全。上一世，我和齐里就因为这事儿大吵过，那个渣男为了变强，表面上答应我把圈养的丧尸杀了，背地里却换了个地方，继续抓基地的普通人去喂丧尸，就为了养出高等级的晶核。齐里这个人的野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他觉得现在世道变了，以前的规矩都成了废纸，他想当这个末世里的皇帝。你知道他有多疯狂吗？他竟然想搞养蛊那一套，故意把丧尸养起来，喂出那种比高阶丧尸还恐怖的丧尸王，然后再杀掉他取晶核，为了让自己变成最强异能者，死多少人他都觉得无所谓。但这都是后话了，眼下的麻烦是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了，我们4个守着窗户射了10分钟，手都酸了，可那帮怪物还是源源不断的涌过来，硬拼肯定不行，得动脑子。我放下弩箭，直接从空间里掏出一大桶汽油，我对洛宁说，我给这桶开个口子，你把它扔下去。洛宁是力量系异能者，这一大桶油在他手里跟玩似的。我把枕头套扯下来缠在箭头上，让李欣儿点上火。就在洛宁把油桶扔下去的一瞬间，我手里的火箭也跟着射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下面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。丧尸再怎么变异也是肉长的，被这大火一烧，全都得变成焦炭。看着楼下熊熊燃烧的烈火，危机暂时解除了，但我发现洛宁有点不对劲，他死死盯着那团火，手心不停地搓着，好像很痒，整个人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隐隐有了个猜测。我看洛宁脸色不对，问他是不是不舒服，要不先回床上躺会儿，反正现在局势逆转，少一个人我们也顶得住。洛宁却摇了摇头，他说看着楼下的火海，感觉像是打了鸡血，有一股奇怪的冲动。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想起宋墨之前说过，他感应到洛宁身上有2种异能，难道是第2个异能要觉醒了？想到这儿，我赶紧跟他说，别憋着，你试着对准下面的丧尸释放出来，管他是什么异能，只要不是水系，把火浇灭就行。听我这么说，洛宁像是吃了定心丸，他抬起那只痒得不行的右手，屏气凝神，仅仅过了3秒，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地面，直接把下面将近一半的丧尸轰得外焦里嫩，居然是雷系异能。我惊得瞳孔骤缩，而且看着威力，洛宁展现出的雷电比那天齐里表现出来的还要强上10几倍。李欣儿在一旁激动的直鼓掌，大喊洛宁好帅，那一伸手就是粗壮的电流。洛宁自己都惊呆了。这时候宋墨察觉到我在看他，骄傲地挺起了小胸脯，那表情分明在说，看吧，我之前没说错，洛姐姐就是有2个异能。听完宋墨的话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。宋墨之前说我也有异能，只是还没觉醒，但他却看不出我有几种异能。难道我同时拥有一大堆异能？但这并不是好事，异能贵精不贵多，贪多嚼不烂，晶石能量根本供不起。此时洛宁又试了几次闪电，威力越来越大，外面的上百只丧尸被清理的只剩几只，但洛宁也累得脸色惨白，满头大汗。我赶紧递给他一颗晶核，让他吸收能量缓解疲劳。外面的丧尸解决了，宾馆里头还有零星的吼声。我问宋墨，隔壁那个人死了没？宋墨感应了一下说，人还活着，但逃跑时受了伤，再不救就快挂了。听完这话，洛宁手里攥着晶核，转身对着墙壁就是猛的一脚，轰的一声，直接把墙踹出了个大洞。我握着十字弩进了隔壁房间，确认安全后，让里面的人出来，眼睛难颤，微微的站起身。我眉毛一挑，居然是个熟人，这人叫张丽，是极品周月的男朋友。按理说他现在该跟渣男齐里混在一起，难道是我和绿茶灵犀重生引发蝴蝶效应？说起来，上辈子这哥们儿挺惨的，
性格内向，是个书呆子，被周月死缠烂打追到手，最后又被周月推出去送死，比我还像炮灰。但他是上辈子唯一帮我说过话的人，在我体力透支时，只有他敢劝齐里让我休息。我知道他是稀有治愈系和空间系双异能，便蹲下身丢给他一枚晶石测试，让他握住试试反应。结果这呆子刚碰了一下，就像触电一样扔了晶石。李欣儿看不下去了，冲上来捡起晶石，刚想骂人，突然愣住了，晶石变小了，这意味着他吸收了能量。李欣儿一脸不可置信，既然这人觉醒了异能，怎么还混得这么惨？张丽整个人都听傻了，呆若木鸡。宋墨凑过去，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怎么样，看出什么了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张丽的底细，但直接说出来太吓人，不如让拥有精神系异能的小孩哥来当这个鉴定师。他是双系异能，治愈系和空间系都已经觉醒了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。好家伙，双系天才啊！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本来还想掏点药给他，现在看来是省了。不用吃药，你自己就能治。我自己怎么治？看过巴啦啦小魔仙吗？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会魔法的小魔仙，现在要用治愈魔法给自己疗伤。记住，想象力有多大，你的能耐就有多大，伤能不能好，全看你脑洞够不够大。刚吸收完晶石进屋的洛宁正好听到这句，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吐槽我像个搞诈骗的。张丽嘴角抽搐，估计也觉得我像个神棍，但他还是死马当活马医，闭上眼开始尝试。仅仅过了2分钟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张丽身上的伤口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了。看着发愣的张丽，我开口提醒她，只要把刚才那颗晶石吸收掉，伤口愈合的速度还能更快。张丽却狐疑地看着我，问我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。我直言不讳说，因为我认识周月，你是她男朋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张丽的情绪肉眼可见的低落下去。低声纠正说，现在已经是前男友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再多问。看在他上一世是个好人的份上，我索性把末世里那些保命的生存法则一股脑全交给了他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灌木丛里却是危机四伏。周月看着漆黑的四周，心里直打鼓。林夕背对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阴毒的笑，嘴上却忽悠说，环境越危险，才越容易激发潜能，觉醒异能。其实林夕早就摸清了，这附近藏着一只凶残的丧尸狗。他假惺惺地安抚周月，说自己就在不远处守着，随后转身离开。走出几步后，趁着夜色掩护，林夕掏出裁纸刀，忍痛划破了自己的手指，鲜血滴落在灌木丛上。他要用这血腥味把那只丧尸狗引到周月身边。林夕觉得这地方离基地挺远，就算有人听见动静赶过来，估计也只能给周月收尸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那叫一个痛快。做完坏事，林夕赶紧回了小洋楼。大晚上的他可没闲着，回房换了套清凉魅惑的丝绸睡衣，坐在梳妆台前画了个精致的纯欲妆，随后直接去顶楼敲响了齐里的房门。有啥事？我睡不着，刚做了个噩梦，好害怕。齐里揉了揉眉心，眼神落在林夕这身打扮上，性感里透着纯欲，是个成年男人都懂这是啥意思。能不能进去？齐里沉默了几秒，侧过身让他进屋了。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在末世这种鬼地方，单打独斗跟送死没区别，真到了绝境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张丽这人虽然没什么野心，但人品还算过得去，上一世就没见他干过什么缺德事儿，大家都没意见。我冲张丽点了点头，咱们这4人小分队算是正式迎来了第5位异能成员。看着张丽，我心里忍不住想笑。上一世他可是齐里队伍里的得力干将，这辈子被我提前截胡了，这算不算是在挖齐里的墙角？折腾了一大通，大家都累得不行，回房睡觉去了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你们想啊，现在身边全是异能者，连新来的张丽都有2把刷子，唯独我这个重生回来的，到现在还是个普通人。这未知的异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觉醒？越想越烦，我干脆进了空间，打算数数晶核过瘾。谁知道手刚碰到晶核就感觉不对劲，手心里那颗晶核竟然凭空小了一圈。我愣了几秒，紧接着狂喜，我觉醒异能了。为了验证不是错觉，我直接扑进了那堆像小土包一样的晶核堆里。20分钟，整整20分钟。这段时间攒下来的所有家底，竟然全被我吸干了，身体里充满了能量。可问题来了，我憋了半天也没放个火或者打个雷出来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觉醒了个啥。我一个瞬移冲出空间，火急火燎地喊道：宋墨，快帮我看看，是不是觉醒异能了？其他人听到动静也凑了过来。宋墨闭上眼感应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摇摇头，感应不出来。心儿觉得奇怪，宋墨解释说，精神系异能也不是万能的，像我这种情况，他也是第一次见。心儿走过来抱住我，轻声安慰说，没关系，就算没有异能，我也是大家的主心骨，只要有我在，大家就心安。这事儿急不来，趁现在多吸收点晶石当存货，说不定以后觉醒了是个超级厉害的大招呢。画面转到另一边，第2天林夕是在齐里怀里醒来的，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
齐里赶紧下楼查看。灵犀虽然不爽被打扰，也不敢甩脸子，只能跟着追出去。等到了1楼，看清眼前的情况，灵犀吓得脸都白了。只见洋楼大厅里站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，竟然是昨晚被他害死的周月。看着浑身是血，竟然活着回来的周月，灵犀吓得咽了口唾沫。但这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，立马换上一副关切的表情冲了上去。哎呀，周月，你怎么全是血啊？是不是受伤了？快让我给你治治。周月一把打掉他的手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他又不傻，昨晚要不是生死关头觉醒了异能，早就被那群丧尸啃得骨头渣都不剩了。现在他才明白，这灵犀根本就是想借刀杀人。少在这假惺惺，你不是说会等我吗？你去哪了？面对质问，灵犀也不慌，顺势就要往后倒。这一倒，刚好就倒进了队长齐里的怀里。也就是这一倒，周月顺着灵犀敞开的衣领，看见了那脖子上密密麻麻的吻痕。周月脸瞬间就白了。搞半天，这贱人早就捷足先登，跟队长勾搭上了。还没等周月发作，齐里冰冷的眼神就扫了过来，吓得他一哆嗦。灵犀缩在男人怀里，柔柔弱弱的开始颠倒黑白。队长，我和周月有点误会。昨天他问我怎么觉醒异能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没想到他真一个人跑出去了。不过看样子，周月你应该是如愿觉醒了吧？周月回过神，立马硬气了起来。没错，他现在也是异能者了。当着众人的面，周月直接展示了自己的能力，几根带着毒刺的藤蔓凭空出现，这是稀有的植物系异能。有了底气，周月指着灵犀就开始控诉：昨晚明明说好一起行动，结果我被丧尸狗围攻的时候，你跑哪去了？他眼泪汪汪的看向齐里，指望队长能主持公道。可齐里一开口，心就偏到了胳肢窝。他冷冷地打断周月，说队友要团结，搞事的就滚蛋，还强调灵犀昨晚一直跟他在一起。灵犀在一旁得意坏了，昨晚他不仅现身讨好了齐里，还把晶河的秘密告诉了他。现在他可是齐里的心头肉。周月也是个识时务的人，一看这架势，立马挤出一丝笑容给灵犀赔罪，说自己是被吓糊涂了，记错了。灵犀温柔的笑了笑，装模作样的用治愈术给周月疗伤，嘴上说着恭喜，凑到耳边说的话却让人发毛。他警告周月，以后就是好姐妹了，有他在，齐里才会保护周月。这话里的意思很明白，我想让你生你就生，想让你死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看着周月转身离开，灵犀笑着捋了捋头发，心里竟然涌起一股莫名的自我感动。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善良了，明明都已经和周月撕破了脸，还愿意大发慈悲让他留在基地里。像自己这样美丽又心善的女人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而在楼上的房间里，齐里正坐在桌前沉思。他之所以愿意当众承认灵犀是他的女人，可不是因为昨晚的温存，纯粹是因为灵犀那个奇怪的预知梦。这女人有点邪门，她说梦见齐里会有超能力，能操控雷电，结果末世一来，她真的觉醒了雷系异能。后来她说齐里是双系异能，还会觉醒精神系，这事儿也应验了。虽然目前她对精神系异能还摸不着门道，用得很生疏，但这足以证明灵犀的话有价值。就在昨晚，灵犀又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，丧尸的大脑里有晶核，吸收里面的能量就能变强。为了这个情报，齐里决定对灵犀的小动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吃过早饭，几个人立刻出门验证。他们很快找到了昨天半夜被周月杀掉的那只丧尸狗。齐里走上前，手起刀落劈开脑袋，果然一颗晶石露了出来。齐里握着手里的晶石，几秒钟后，脸上露出了享受的神情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旁边的灵犀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身为顶级的富二代，齐里这人从小就狂。灵犀之所以没一开始就把晶石的秘密告诉他，就是为了拿捏他，让他明白自己有多重要。从觉醒异能到发现能量晶石，这一路走来全是他在出谋划策。一想到向晚那个死对头，灵犀笑得更开心了。他觉得命运终于轮转了，这一次站在齐里身边的女人是他，以后被捧在手心里的团宠也只能是他。至于向晚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为了乘胜追击，几个人决定去猎杀丧尸。可过了好一会儿，齐里的脸色变得阴沉无比，漆黑的街道上静得吓人，别说丧尸了，连声吼叫都听不见。奇怪了，以前这条路最危险，怎么现在连个丧尸影子都看不见？其实别说是他，就连开了上帝视角的灵犀也是一脸蒙圈。换个地方找。几人又转头去了市中心的商场。按理说这里人多，爆发危机后丧尸应该最集中，平时借他们个胆子都不敢来。可今天邪门了，偌大个商场竟然也是空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伙儿都眼巴巴地看着队长齐里，等着他拿主意。先进去看看有没有物资。其实他现在心里烦得很，小楼里养着70多号人，虽然他很享受这种当土皇帝唯我独尊的感觉，但这帮人每天光吃饭不干活，消耗的粮食实在太多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忍不住开始埋怨灵犀，非要装好人，捡回来这么一堆废物干什么？现在还得让他费劲巴拉的出来找物资养着这群人。但这帮天真的人哪里知道，这座城里的丧尸早就被我们这一行人给清理干净了。别说晶核了，他们现在连根丧尸毛都别想找到，注定是要扑个空。就在齐里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可是鸟枪换炮，在路上捡了辆房车，直接丢了小轿车，舒舒服服的继续上路了。这一路我们也看见了不少临时安全区，但大家伙儿连停都没停，毕竟我有空间在手，吃喝不愁，何必进去受人管束，给别人打工呢？还是自由自在的最重要。很快到了饭点，宋墨伸了个懒腰，凑过来跟我撒娇说饿了。我点点头，问大家想吃什么。
张丽比较拘谨，说看我们吃什么，她都行。李欣儿欲言又止，我知道在末世能有一口吃的就不容易，大家都不敢挑食。为了让他放松，我故意问是想吃清淡的还是重口味的。李欣儿这才眼睛一亮，说想吃辣一点带汤水的。下一秒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就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李欣儿满脸惊喜，简直要把我当成神。我笑着告诉大家，不用不好意思，我的空间就是一个大型仓库，物资管够。宋墨立马不客气了，嚷嚷着要黄焖鸡米饭加可乐。张丽也小声问有没有淮南牛肉汤。我大手一挥，告诉他们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我拿不出的东西。既然大家都点了菜，我一头钻进空间，黄焖鸡米饭、淮南牛肉汤、麻辣烫，只要是他们想吃的，我通通拿了出来，还冒着热气呢。我转头问洛宁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洛宁刚停稳房车，冲我笑了笑说，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行。我想了想，好久没吃江南口味的农家小炒了，直接从空间里端出2碗白米饭，配上一桌子有荤有素的好菜，看着就让人流口水。在末世里能过上这种日子，给个神仙都不换。我们就这样一路吃吃喝喝，心情大好的杀到了 G 市。刚靠近高速路口，就有几个丧尸听见动静晃悠过来，结果还没等到跟前，就被洛宁挥刀利落地全部解决。我跳下车去捡地上的晶石，不过这次我没急着收起来，而是掏出手机，对着晶石咔咔拍了好几张特写。李欣儿凑过来，一脸好奇，向晚，你这是要发朋友圈啊？以前杀了那么多丧尸也没见我拍照，怎么今天突然有闲情逸致记录生活了？我勾起嘴角冷笑了一声。以我对那个绿茶灵犀的了解，他肯定已经把晶石能提升异能的事告诉渣男齐里了。按照齐里那个自私的性子，他绝对恨不得独占全世界的晶石，根本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，好让他自己成为最强的人上人。既然他想搞垄断，那我就偏不让他如意，我干脆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，告诉全世界的异能者，杀丧尸拿晶石能变强。在这个节骨眼上把秘密公开，足够让那个自以为是的齐里气得当场吐血。